你吓到了吧？是我是大咪。我家的猫会说话了，我用了半个小时的时间，终于接受了我家的橘猫大咪突然会说人话这个事实。此时的他坐得笔直，正严肃地跟我说着事。还要我说几遍？我是圣光集团的总裁齐云胜，出车祸醒来就到你家这只猫的身体里。齐云胜，那个在网上被称为9亿少女梦的霸道总裁，现在成了我的猫，这任谁都无法相信啊！我喝了一大口水，压下心头的震撼。那你现在打算怎么办？齐云胜踱着猫步，在茶几上走来走去，像是在思考着什么。好一会儿，他才悠悠开口：这场车祸不是意外，是有人害我，所以我还不能回去。那你现在是已经想到怎么回自己的身体了？没有。我嘴角抽动，所以他想了半天，就想出了这样一个没有什么可执行性的结论。先不说这个，为什么要做绝育？我这不是为了你的健康着想吗？再说我带大咪去做手术的时候，也不知道你会说话啊。齐云胜一个翻滚站起来，尾巴高高立起，一对树瞳闪烁着光芒。你不尊重人权！这场景怎么看怎么诡异。我欲哭无泪，仗着自己人类的优势，薅住了大咪的后脖颈。你快把我放下来！大咪挣扎着，四肢乱动，肚腩乱颤的模样十分有趣。总裁大人，你现在可是只猫啊，哪来的人权？齐云胜刚想反驳，就听到的肚子咕噜噜的叫了起来。一张猫脸，看不出什么脸红，但是他微微侧过去的头却暴露了他此时的窘迫。我起身去给他准备猫粮，他却异常嫌弃。你就给我吃这个，真把我当猫了是吧？你照照镜子，哪里像个人？你要是想吃正常人类的食物，也不怕生病，别到时候没找到回去的办法，就先肾衰竭嘎掉了。齐云胜后腿不自觉地动了2下，然后认命般走到猫食盆前面，一脸冷漠地嗅了嗅，小心翼翼地尝了一下。我环抱双臂站在一边看着他，他一开始只是浅尝，然后就开始一口一口地吃起来。我摸了摸下巴，这应该就是猫的本性还在啊。那我看向墙角的逗猫棒，起了捉弄他的心思。大咪，来，我晃悠着逗猫棒，吸引他的注意。他回过头，面试着看着我，无聊。然后身体反应极快地冲到我面前，试图抓住逗猫棒上的羽毛。快把这破玩意儿收起来！也许也是警告的眼神，但是通过一只猫的眼睛表达出来，真的没有什么威慑力。我就是一个普通到不能更普通的女生，做着一份文员的工作，每个月的薪水都用来养自己和大咪，根本没有想过能和齐云胜这种人有交集，更别提是以这种狗血方式。所以哪怕知道大咪的身体里换了瓤子，我也还是把它当成了一只猫，不过是一只特别的猫罢了。我伸手想要去抱大咪，被它灵活地躲了过去。别真把我当成猫了，离我远点。好吧，在你找到回到自己身体的方法之前，你真的只能是只猫，而这个时间恐怕不短。你真的不打算讨好一下我这个主人吗？我毫不留情地戳穿他现在的处境，又惹得他一阵烦躁。你这女人是不是不知道我是谁？知道啊，你不是说了你叫齐云胜吗？还是圣光集团的总裁？我抠着手指甲，漫不经心地说，就好像在说今天天气很好一样平静，但是他不平静了。你知道你还这样对我？可你现在不就是一只猫吗？还是只被绝育的猫？齐云胜自闭了，留给我一个落寞的背影。我是故意气他的，谁让他看不清现实，还想着用霸道总裁那一套对我。不过冷静下来，我也知道这么下去不是回事，拉着他进行了一场友好的谈话。你说你被人害了，那你的身体现在什么情况你知道吗？齐云胜晃着猫头，语气中带着一丝悲伤。不知道，但是有人知道，这是我秘书林露的电话，你给他打电话。我清了清嗓子，开始了我的表演。喂，你好啊，林路先生，你家总裁现在变成了一只猫，请你把他接回去掌管大局。我挑了挑眉，问他这样可不可以。他一下子泄气了，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什么。大咪这个样子，我有点于心不忍了。你如果确定他能被信任，我可以试着帮你，不过他信不信就不知道了。过了2个小时，他终于想到了一个办法。他让我联系了林露，以齐云胜朋友的身份告诉林露车祸有蹊跷。他和我是从小的朋友，绝对没问题。如果他对你的身份有怀疑，你就把他13岁还尿床尿出个新加坡地图的事说了。我不禁给他竖了个大拇指，这招可是真绝。我联系了林露，一开始他根本不信我说的话，我只能按照齐云胜说的把那个秘密说出来。电话那边沉默半晌，骂了句脏话，便和我约了见面的时间。我问齐云胜要不要一起去，他拒绝了。他说是怕林露接受不了，也不好解释。但是我从他略有闪躲的目光中发现事情不是那么简单，试探着问，你是不是怕他嘲笑你？这恼羞成怒的样子应该是猜对了。我去见了林露，说了齐云胜的猜想，但是没说他变成猫这件事。楚小姐，冒昧问一句，你和阿胜是什么关系？我摸了摸鼻子，想说我现在是他主人，但还是没皮这一下。
现在来说，应该是比你更值得他信任的人了。毕竟他现在只有靠我了。林路的态度一下子变了，相比之前的谨慎，随意了不少。我会去查的，但是现在他的情况不太乐观，你要有心理准备。他带我去了一家私人医院，到了戒备森严的顶层，我见到了已经成了植物人的齐云胜。他躺在病床上，双目紧闭，脸上扣着氧气罩，虽然很高，但是有点瘦得不像样子。我心里有种说不出来的感觉，闷闷的，总觉得他这样的人不应该有这样一个结局。林路告诉我，齐云胜车祸成了植物人这件事一直瞒着外界，知道人寥寥无几。最近都是他一直在照顾齐云胜，医院的人也都签了保密协议。他不希望我把这件事传出去。我点点头，这是应该的。毕竟圣光集团的总裁成了植物人这件事传出去，恐怕会引起不小的麻烦。回到家，我把事情一五一十的跟他说了。听完后，他沉默许久，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：你能去照顾我的身体吗？林路有别的事要办，我也不想让更多人知道我的情况。这是他少有的好语气，甚至带着点哀求的味道。我还在犹豫的时候，他又抛出了一个让我心动的条件：现在的工作1个月5000，但如果来照顾我，我给你10万1个月。我掰了掰手指，这确实很有诱惑力。我也不矫情，爽快的答应了他。好，成交。睡觉之前，我怎么想怎么不对劲，把他从猫窝里薅了出来。你现在怎么给我钱啊？是能刷脸，还是按指纹啊？我捏了捏他的猫脸，拽了拽他的猫爪，他似乎后知后觉的想到了这点，愣愣的看着我。我想到了网上一度很流行的骗局，秦始皇大钱。看着他无辜的猫脸，我终是泄了力气。我就是欠你的。谁让你是我的猫呢？当我和林路说要照顾齐云胜的时候，他似乎一点都不意外，嘱咐了一些事情就放心的走了，留我一个人在病房凌乱。照顾一个植物人真没什么难度，就是擦身子这种事情，真的要我做吗？我打了温水，给他擦脸和手脚胳膊腿都没什么问题，就是身上让我犯了难。上身还好，就是下身我有点下不去手啊。做了好久的心理建设，想一想林路刚才答应我会准时到账的10万块，狠了狠心，咬了咬牙，一下把他的病号服裤子给扒了下来，从头到脚收拾好。我身上也出了一层薄汗，脸也热得要命。我发誓，我真的不知道他病号服下面是真空的。不过想到他现在的意识正在我家吃小鱼干呢，心理负担也就没那么大了。算起来还算我占便宜了。我把备用的手机留给了大咪，他已经可以灵活的用猫爪操作了。给齐云胜收拾好以后，我给家里的大咪发了个视频，一张猫脸出现在屏幕。我把摄像头对准了病床上的人，他抿了抿嘴，说了声谢谢。这时病房的门突然打开，是林路。楚小姐，我给你买了点生活用品。我吓得差点把手机挂断，强装镇定。我在跟我家猫视频，我没在家，怕它不习惯。林路好奇地看了一眼我的屏幕，发出一声感叹：好肥的猫啊！看到一脸不爽的大咪，我憋笑憋得好辛苦。大咪挂断了电话，林路呆在了原地。怎么感觉他刚才在骂我？我嘴上说着怎么可能，但是心里却已经笑得花枝乱颤。刚才大咪确实来了句国骂，和那天林路骂得如出一辙，但是在除了我以外的人耳中，都是普通的猫叫，顶多带点情绪那种。林路也没过多纠结大咪会打电话这种事，他除了给我送东西，也是有正事要说。你给我的那些线索，我去查了，现在已经有怀疑的人了。我对这些阴谋诡计没有兴趣，随意的附和了2句。林路的眼神变得有些奇怪。你就不好奇是谁吗？不好奇。我摇摇头。好奇那人有什么用？齐云胜让我来找你，就是因为相信你。我现在只想让他赶紧醒过来。我的语气中不自觉地带了几分悲伤。我的大咪什么时候能回到我的身边啊？林路拍了拍我的肩膀。阿胜知道你这么在乎他，一定能醒来的。说完，他就离开了病房。我后知后觉反应过来，我什么时候在乎他了？晚上不用我陪夜，我拎着一大袋子的食材回到家，一进屋就差点背过气。装猫零食的柜子被打开了，里面的存货寥寥无几，垃圾桶里都是小鱼干和猫条的包装袋。大咪正悠闲地趴在吊椅里打盹。大咪，你到底吃了多少？1星期的零食，这一天都吃光了，真是不把自己当个猫了。听到我的声音，大咪缓缓睁眼，慵懒地伸了个懒腰。你不回来，我总不能饿着吧？你家猫太肥了，胃口也大，不怪我。他倒是把自己撇得一干二净。我安慰自己，好歹零食袋子都在垃圾桶里，还算是干了件人事。不过这样下去，等大咪回来，有要胖不止1圈了。我拿出激光笔，走向大咪。大咪瞬间挺直身体，警惕地看着我的手。激光笔的厉害他是知道的，虽然内心是人，但是猫的本性他根本控制不住的。我坏笑着打开激光笔，就见大咪开始了和激光笔的疯狂追逐。10分钟后，他气喘吁吁地瘫在地板上，哪有了平时的金贵。我警告你，要是再这样肆无忌惮的，我就拔了你的氧气管，
他在地上打了个滚站起来，冲我跑了过来，跳到我的身上，想要用猫爪给我点颜色看看。我哪能给他这个机会，伸出手阻挡他的动作。我低估了10来斤的橘猫的威力，它就像是一颗小炮弹，砸得我晕头转向。哧啦一声，我俩四目相对，低头一看，我的雪纺衬衫的胸前被他的爪子给划开了2道口子，白色的内衣就这样明晃晃地露着。可恶的是，你还用那2只爪子来回踩了踩。如果是大咪我还能忍，可是齐运生，你给我说清楚。我一只手揪着他的后脖颈提了起来，一只手慌乱地捂着胸口，生气地看着他。他也知道惹祸了，别过头，弱弱地说了一句：“这是猫的本性，跟我没关系。”神他喵的跟他没关系啊！我把他丢回猫窝，捂着胸口跑回了卧室。白天还在安慰自己看了齐云胜的身体，是我占了便宜，结果晚上回来就被他看了回来。果然，天理昭昭，报应不爽。我每天早上去医院，晚上回家，日子悠闲的我自己都觉得1个月10万块太好赚了。被齐云胜附身的大咪这天不知道怎么了，非要跟我去医院。医院那种地方，用脚趾头想都不可能带动物进去的。齐云胜焦躁不安的在客厅里来回走着，让我也有点犹豫了。听说动物会有一些预知危险的能力。喂，林露吗？那个今天方便吗？我想问，能不能把猫带过去？林露听说大咪非要跟着我，可能也想到了我担心的事情。我和医院打声招呼，你带他来吧。我这边查到了一点眉目，已经派人跟着他了。医院还是很安全的。挂了电话，我心里十分忐忑，看向大咪。你是不是有什么预感？没有，我也不知道，烦得要死。我把齐云胜带到了医院，熟悉的几个护士都热情地和我怀里的大咪打招呼。齐云胜烦躁地叫了2声，让我赶紧回病房去。到了病房，大咪直接跳到了病床上，目不转睛盯了床上的齐云胜半天，叹了口气又下来了。我以为齐云胜是因为不能回到自己身体里的事而担心，轻声安慰道：“你别着急，先把设计你的人抓到，再想回去的办法吧。”谁知他摇了摇头，语气有些沉重：“就是我回不去，林路也能把公司打理好。我担心的是他再被盯上。”我不禁咂舌，这上流社会的人咋就这么复杂呢？不是我坑你一下，就是你搞我一下，这也不是我能操心的事，我还是做好本职工作吧。几天下来，我已经没有了第一次时的紧张，很是熟练地给他擦脸擦手。解开病号服口子的时候，大咪突然发声：“你住手！”我拿着毛巾不解地看着他：“你每天都看我的身体，不然你会臭的。你以为我愿意啊？”我没管他，继续解扣子。到了下半身的时候，挑眉看着大咪，然后在他惊愕的目光下，拔下了齐云胜的裤子。你！大咪的声音戛然而止，松了口气，然后摇着尾巴趴在了一旁。我忍俊不禁。有了第一天的尴尬，我特意和林露说给他找条大裤衩穿上。林露当时的表情十分精彩，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所以现在病号服下面总不是真空的了。收拾完以后，我窝在沙发里刷视频，大咪也凑了过来。我刚想上滑视频，猫爪就按在了屏幕上。直到这个视频刷完，他才顺势上滑。你不是说刷视频是在浪费生命吗？这不研究算法吗？我好笑地看着目不转睛盯着手机屏幕的大咪，揶揄道：“猫的一生很短暂，还是尽量丰富一些吧。刷点视频算不上浪费时间，毕竟在做猫之前，我可是圣光集团每天被会议和数字围着转的总裁。”哼，你这理由还挺有说服力的。我把手机丢给他，让他自己看，我则去了护士台找护士聊天。本来晚上我准备回家，但是大咪说什么都不走，我只能收拾了一下陪护床，准备凑合一夜。大咪就趴在他自己的身体旁边，像是一个守卫。迷迷糊糊中，我听到了病房的门被打开了，一个身穿白大褂、戴着口罩的男人走了进来。我来给病人检查身体，这里怎么有只猫？男人口罩下的声音有点闷闷的。我看了一眼手机，凌晨2点。大咪此时站在病床上，警惕地看着来人。医生，怎么这个时间还要检查？我们刚才换完药。我赶紧起身，站在了病床前，用身体挡住了他。白大褂有些不耐烦，挥了挥手说：“一直都有的，今天晚上怎么有人陪床了？”我更加的警惕，因为我今天和护士聊天的时候，明确知道齐云胜所有的检查都是在白天进行，而且这个人最可疑的地方就是，他竟然不知道我今天是带着猫来医院的。林露明明特意打过招呼的，大咪也感觉不对劲了，整只猫站在了躺在病床上的齐云胜身上。楚年，给林露打电话。我面不改色，手偷偷背在身后，解了锁以后就让大咪用猫爪操作。白大褂见我一直挡住齐云胜，下意识看了一眼病房的门，似乎在躲着谁。快让开，我要给病人检查身体。他的语气实在不像是一个救死扶伤的医生。我想到了今天大咪的不安，我脚步慢慢的挪动到了床头，
想要伸手按一护灵。还没等按下，一道寒光闪过。小丫头，我劝你不要多管闲事。典型的反派语录，我也不用怀疑什么了，直接扯着嗓子喊开：“来人啊！”白大褂手里锋利的手术刀直接向我刺了过来，好在我一直提防着他，没让他伤到。我躲了过去，但是不敢跑出去。他的目标是病床上的齐云胜，我要是走了，他一定会死的。门外已经传来了脚步声，白大褂情急之下再次高高举起手术刀，冲着病床上的齐云胜扎了过去。我想都没想，直接趴在了他的身上。预想中的疼痛并没有出现，但我却实打实的感觉到了背上的湿热。病房的门被打开，一阵慌乱，我紧紧地抓着床单，背上的湿热让我心里的不安达到了顶峰。大咪，大咪，我呼喊着大咪的名字，希望她能从一旁突然跳出来，用不耐烦的语气说：“女人，你好聒噪啊！”大咪，大咪，大咪，女人，大咪，你可真吵！虚弱的声音从我的背后传来，真的是他在背后替我挡了一刀。我抱着满身是血的大咪，泣不成声。你傻！你一只猫干嘛这么拼啊？大咪语气虚弱，眼睛都快睁不开了，却还强打着精神和我斗嘴。你不是更傻，用自己的身体给植物人挡刀子。那个白大褂已经被及时赶来的林鹿控制起来了，我抱着大咪飞奔出去。大咪，大咪，你不要睡，我们马上就好了。不起啊，你保护了我的身体，可我却没能保护好你的猫。这是他被带到处置室的最后一句话。它是只勇敢的猫。我满手鲜血蹲在走廊，任由眼泪掉落在地板。我抬起头，坚定地说：“不，它不仅仅是只猫。”大咪没死，他肚子上的肥肉救了自己一命。还好这只猫胖，不然那一刀下去一定会伤到身体的要害。我在庆幸之余，开始疯狂地给大咪做好吃的，势必要把她流的血全给补回来。就在大咪享受我无微不至的照顾时，林路打来了电话。楼，楚小姐，害阿胜的人找到了，但他受伤的事也传出去了，现在公司情况很不稳定。一直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，但是我没想到林路打电话来，竟然是想让我以齐云胜的未婚妻身份接管公司事务。挂断电话，我和大咪大眼瞪小眼。怎么办？你不是说林路是你最值得信任的人吗？他这么做是谋朝篡位啊！大咪轻嗤一声，他要是想谋朝篡位儿，你那天早就没命了。他该是怕公司说闲话才推你上位的。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总觉得自己是个炮灰，哪怕心里万分想要拒绝，但是在齐云胜的劝说下，我还是接下了这个烂摊子。我从一个小小的文员到月薪10万的护工，再到现在的代理董事，可谓是飞上枝头变凤凰了。我也成为了第一个带猫上班的代理董事，毕竟我对公司事务真的一窍不通。第一天上班，面对董事会上一群半百的老人家，我底气不足，只能手上动作飞快的撸猫。齐云胜清冷的声音从大咪身上传出来：“你最好收敛一下小动作，要不你家猫迟早会吐的。”董事们一听猫还叫了，脸色更是不愉。我脸上带笑，尽量不动嘴唇，低声说：“你现在还有心思开玩笑？也不知道你平时面对这些人是怎么过来的。”这回他倒是没再说话，猫眼巡视了一圈，发出一声轻哼。哪怕董事会有意为难，但是林路不知道从哪儿搞到了有齐云胜亲笔签字的授权书，他们也无话可说。会议结束，我瘫倒在椅子里，身上出了一层的冷汗。我觉得我挺不了多长时间，这些人就是人精啊，一个个跟要吃了我一样。你还是赶紧想办法吧。我有点退缩了，万一齐云胜找到了回到自己身体的方法，而我却把他的公司弄没了，这可怎么办？不用担心，万事有我。齐云胜说到了，也做到了。外人看来，我每天处理公司事务游刃有余，再棘手的问题，在我手里都能轻而易举的解决。只有我知道，这些事都是齐云胜替我做的，我每天只要负责坐在他的位置装装样子就好。我晃了晃玩游戏玩得酸胀的手指，支着下巴欣赏一只猫在一堆文件里翻阅的模样。别说，配上一张严肃的猫脸，还真像那么回事。我似乎能把现在的大咪和躺在病床上的齐云胜组合成一个人，就好像是齐云胜本人在工作。我想，那种画面一定要比一只猫养眼吧。我第一次真心的想要让齐云胜醒来，而不是因为他醒来我的大咪就能回来。或许我的目光太过炽热，齐云胜转头和我对视上。你能把你那个花痴的眼神收一下吗？口水都流出来了。大咪嫌弃的转过身继续工作，我慌乱的擦了擦嘴角，结果什么都没有，才知道上了他的当。在大咪的帮助下，公司股票逐渐稳定，
而我这个圣光集团总裁未婚妻的名声也打了出去，不少人来巴结我。短短1个月，我听了这辈子都不可能听到的各种阿谀奉承。更有甚者，知道我每天带猫上班，还要送我一只血统纯正的母猫，但是被大咪呲着牙吓跑了。有夸赞就有诋毁，不知从哪里传出来了一种声音：齐云胜的车祸是我设计的，为的就是这偌大的圣光集团。林路来到我的办公室商量办法，可我就是个草包美人，真正的大佬正在吃猫条呢。我现在有点后悔了，如果不趟这趟浑水，是不是就不会有现在的局面了？林路还没说话，大咪就开始喵喵上了。水浑了不是因为你，而是因为本来就浑，正好可以趁着这次机会把那些起了歪心思的一网打尽。林路也是这个意思，但我觉得还是齐云胜的说法让我心里能舒服一些。顶着巨大的压力，我抱着猫来到了会议室。那些虎视眈眈的人第一枪就打在了我怀里的猫身上。代理董事可不要玩物丧志啊！天天抱着猫像什么样子？说的对，一个地中海董事语气不善，其他人也跟着点头附和。虽然我很想怼他们一句，没了这只猫，公司早倒闭了，但是还是按照齐云胜说好的，不理他们，先让他们蹦跶一阵。我的不理睬，让刚才那个地中海董事犹如一拳打在了棉花上，郁闷的给其他人使了眼色。有人赶紧出来当和事佬。楚小姐也应该听到了外面的风言风语，作为公司的元老，我们是不相信的，但是人言可畏啊。好吗？直接叫上楚小姐了。他们这些冠冕堂皇的话我也能听懂，无非就是想让我下台罢了。我抱着大咪的手紧了紧，毫不示弱。你们想要怎么样？直说吧。我们也是为了公司好。楚小姐虽然是总裁突然冒出来的未婚妻，但是真假谁又能证明呢？我们怀疑你伪造委托书，在我们报警之前，你还是自己走吧。地中海说话一点都不客气，直戳我心里最虚的点。我险些站不稳，还是林路扶了我一下，就这一下，更是让这帮老家伙抓住了把柄。林秘书和楚小姐的关系似乎十分亲密呀，真是让人不得不多想。胡说什么？我矢口否认，他们这是为了达到让我走的目的，已经不择手段了。大咪在地中海污蔑我的时候，在我怀里就有些暴躁了。我不断地安抚他，但还是气得手发抖。我除了这么一句毫无威慑力的否认，根本说不出什么来了。地中海冷笑一声，哼，那不然？大咪像是一颗小炮弹，直接从我怀里弹射出去，尖锐的爪子直接冲着地中海挠了过去。它的速度太快，我甚至没反应过来。大咪！我尖叫一声，想要上前抓住它，可还是慢了。恼羞成怒的地中海一巴掌把大咪扇开，直冲窗户飞去，留下了一声凄厉的猫叫。我趴在窗前，目眦尽裂，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大咪狠狠地摔在了地上，血液慢慢流出。而罪魁祸首根本没有罪恶感。楚小姐，你这是纵猫行凶！我转身对上一脸愤怒的地中海，身侧的手死死地攥着。纵猫行凶。好，我就让你知道什么是杀猫偿命。在其他人耳中，大咪坠楼前那一声凄厉的惨叫是惊恐，只有我知道。他告诉我，文件。我让林路去办公室把大咪提前准备好的文件拿了过来，一把摔在了地中海众人面前。好好看看里面的东西吧。在座的各位，有一个算一个，都跑不了。林秘书，剩下的交给你了。我急忙跑到楼下，大咪的惨象让我忍了半天的眼泪决堤而出。我不顾她身上的血迹，把她包在怀里。从第一次见面，我们一起走过的日子就像是幻灯片一样历历在目。最重要的是齐云胜，他的灵魂在最后一秒都被囚禁于大咪的身体里，到死都是一只猫。我把公司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了林路，他知道这只猫对我很重要，还给我打了一笔钱。我拒绝了，因为不论是大咪还是大咪身体里的齐云胜，都是不可替代的。我没有勇气去问林路齐云胜怎么样了，至少不想亲耳听到那个答案。我把大咪埋在了城郊一片山清水秀的地方，在旁边种上了许多猫薄荷，还有齐云胜来了以后最喜欢吃的猫条。天空淅沥沥的下着小雨，我给大咪的坟墓又添了几把土。这里埋的不仅仅是陪我度过孤独岁月的大咪，还有那个傲娇又别扭的男人。从山上下来，我的身上已经半湿了，搓了搓胳膊，想要看看能不能叫到车。一阵汽车鸣笛，我顺着声音看去，一辆黑色的越野车就停在不远处。当我转过头的时候，林路从上面下来了，从车上拿下了一个轮椅，又下来一个清瘦的人。那是我照顾了整整1个月的人，我怎么能认不出他？所以他没死。我飞快地跑到他们面前，
和轮椅上的男人四目相对，谁都没有说话，却感觉已经说了千言万语。楚小姐啊，你可让我们好找。还是阿胜了解你，知道你一定在这儿。林路递给我一把雨伞，我没接，但是头顶却出现了另一把，是轮椅上的齐云胜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大蜜告诉我的。我破涕为笑，蹲下身子，让打伞的齐云胜不用那么吃力。一旁的林路怀疑地看着自己手里的雨伞，一脸的不解。我和齐云胜相视而笑，我们的故事，他当然不知道。